最近美国嘻哈天王肯伊威斯特争议不断，他的某些言行让许多的国际品牌宁愿亏损80亿也要跟他结束合作。肯爷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大家又在吵些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肯爷争议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天的主角肯爷早在大学时期就在饶舌重镇芝加哥担任音乐制作人，小有名气。27岁那年，他发表首张个人专辑，马上拿下当年的葛莱美奖，音乐生涯直接迈向巅峰。后来他还跨足时尚圈，跟艾迪达合作推出超热卖的系列鞋款。接着他又创立个人品牌，开始卖自己设计的衣服，同样大受欢迎。肯爷强烈的个人风格跟吸睛能力，不仅让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众人的焦点，还荣登富比士的富豪榜。不过这几年他的争议事件也越来越多，像是最近呢，他的身价暴跌了20亿美元，连 IG 跟推特都直接禁他账号。而在肯爷跌出富豪榜之后呢，粉丝为了帮他重返荣耀，还发起了募资，但这个专案只募到了5块美金，就惨遭下架了。他到底是说了什么话，又做了什么事，搞到这样子几乎像是人神共愤的地步呢？在正式开始之前，按照惯例，让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日本终于开放自由行了，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迫不及待想要请假买机票了吧？今天要介绍的一堂旅游类线上课程呢，讲师是日本爱情动作片资深影评中指通。这位老司机的中指通呢，会在课程当中与大家分享不会日文也能够风俗自由行的方法。透过口耳教学，就算你只会说阿里嘎多，也能够实现泡泡浴梦想。还有老司机的经验谈，教点识破风俗宣传的潜台词，避免踩雷。而其他包含不同等级的服务内容、各地风俗热点、日本风俗评比网站，中指通老师都会全面的介绍，对有需要的人肯定会非常的实用。如果你有赶上募资早鸟，甚至可以用65折来圆梦，限时优惠直到10月23，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踏出梦想的第一步吧。长期以来，肯爷的政治立场都非常的鲜明但他的立场跟主流的好莱坞巨星以及传统的黑人社群非常的不一样。当年肯爷在推特上面说川普是我兄弟，让他在一夕之间就掉了900多万粉丝。身为非裔美国人肯爷也多次的批评 BLM 运动，他觉得 BLM 运动是一场骗局，说会支持的人都是被媒体操控的。而今年的巴黎时装周，他穿着一件印有白人的命也是命的 T 恤现身。过去呢，会使用这个标语的人多半是立场极端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活动现场有人气到直接离席抗议，而网络上面也骂声不断。很多人痛批肯爷的行为非常的要不得，简直是最赤裸裸的歧视。面对各界的排山倒海的批评呢，肯爷的好友试着劝他，但肯爷却反过来指控对方说你根本就被犹太人给控制了。而接着肯爷又在推特发文表示自己将会对犹太人发起战备状态，于是一连串的切割行动就此展开。首先，我们片头讲到那个不惜损失80亿台币也要跟肯爷断绝关系的，就是来自于德国的艾迪达。之前艾迪达曾经表示跟肯爷搭档推出的产品是他们最成功的项目之一，双方合作将近10年可以说是赚到钞票都数不完。但这一次，艾迪达认为肯爷的言论已经踩到他们的底线了，他们不会容许任何的反犹太主义或者是任何仇恨的言论。而另外一个跳出来切割的，还有平价服饰品牌 Gap。2020年 Gap 才跟肯爷签了长达10年的合约，但现在还不到2年 ，Gap 就决定跳船，还直接从所有的门市下架所有跟肯爷相关的产品，并关闭相关的网站。过去肯爷跟时装品牌巴黎世家的创意总监关系也非常好，但最近巴黎世家也跟上这一波封杀的行列。他们不但删除了官方影片当中有肯爷走秀的画面，也把刚贩售不久的商品全面下架，并宣布以后不会再跟肯爷合作。IG、Twitter 也把肯爷的账号陆续停权，连在帮肯爷处理这个离婚的律师团队也都宣布要跟他解约。不过就在肯爷看起来快要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候，还是有粉丝跳出来帮他讲话。帮肯爷缓颊的论点呢，主要有2个方向。第一种声音呢，通常会强调肯爷的行为并没有构成歧视，而且 BLM 运动论述还很有问题。明明所有的生命都很珍贵但为什么他们要特别强调黑人？这种划分肤色的行为呢，只会加深彼此的对立。而且当这个社会过度保障特定族群的时候，也可能会剥夺到其他族群的权益，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压迫。而第二种声音认为呢，就算肯爷真的有歧视好了，但各大社群平台或是品牌那些关账号切割
割、抵制的惩罚，根本就是在压迫肯爷的言论自由。他们强调，不管大家认不认同肯爷，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想法的权利。那些用政治正确审查别人的动作，并不是真正的正义，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声量或者是资源强行去压过别人的看法而已。一个健康的社会，不是应该要可以容纳各种声音吗？如果大家觉得某一种想法有问题，那理论上应该要坐下来好好的讨论，而不是直接封杀他。粉丝强调，这种一言不合就取消人家的行为，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先入为主的歧视。那当然，面对这些反驳的意见也有人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反对者表示，他们其实可以理解肯爷只是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让大家看到 BLM 运动的问题，但这边的问题就在于，肯爷看到的面向不一定是事实，而且他选择的做法也不会达到他想要的结果。首先，这一派的论点会强调，现在这么多人会喊黑人的命也是命，是因为非裔族群长期都被打压，大家的抗争并不是想要让黑人得到比白人更多的权益，只是希望被当人看而已。他们认为数十年来很多人都在追求平权的路上努力，而 BLM 运动也迫使美国社会去检讨警察时常过当的执法方式。这些行动有它的时代意义，也确实带来了一些正向的改变。但肯爷却忽略了这背后完整的脉络，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去否定这一切的努力。之前他甚至还说过呢，当初弗洛伊德会过世，是因为他自己吸食违禁的药物，而不是警察执法过当。反对者认为呢，如果肯爷真的想要好好讨论，那他也应该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去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带头散播假讯息，制造更多的混乱或者是仇恨。那在言论自由的这个战场首先反对肯爷的人会说，支持者根本搞错言论自由的意思了。所谓的言论自由呢，是宪法保障民众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而且不会受到政府或者是国家机器的审查。但这并不代表别人就不能够对他的言论发表意见。现在禁止他发言的只是社群平台，并不是国家单位。肯爷依然呢可以继续发表音乐作品，卖他的衣服，而且他也已经宣布呢要收购右派的社群平台 Parler。现在呢也有很多人在追踪他的账号，所以这一派的人呢会强调肯爷本身的影响力很大，而且他的影响力并不会因为 IG 被关就完全的消失。毕竟像肯爷这样子的人，随便讲个话都会成为媒体焦点，被传到每个地方去。相对的，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待遇。所以有人也会说，这次各大企业的反应呢，与其说是在限制肯爷的言论自由，倒不如呢说是一种制衡的表现。尤其肯爷平常靠着自己的声量得到了很多红利，那当他现在言行举止触怒到大众，甚至造成混乱的时候，要承担原本相对应的后果，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好的，那看完了两边立场的交锋之后呢，在这一连串的争议当中，我们也很好奇，肯爷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呢？面对一连串的争议，肯爷强调，虽然自己是黑人，但他并不认同 BLM 运动，他想要戳破谎言。他还说，当他看到这么多的白人穿着 BLM 的衣服的时候，感觉这些支持白人呢，好像是想要帮我，所以他也想要透过一些方式去回馈这些人。那他也觉得 WLM 所传达的讯息很有趣，所以才穿那件衣服，希望用这个方式回馈对方，并且让他们知道白人的生命也同样珍贵。而至于针对反犹太的言论呢，肯定说他不想要伤害别人，也强调自己跟任何仇恨团体都没有关系。不过他也坦诚了自己的精神状况不太稳定，情绪随时都处在爆炸边缘。事实上，早在2007年，从小跟他相依为命的妈妈因为手术的并发症过世之后，肯爷就罹患了躁郁症，各种争议或是脱序的事件也就越来越多。他曾经殴打记者，也曾经把自己的葛莱美讲座扔进马桶，直接尿给所有人看。有粉丝找他要签名的时候，他因为怀疑对方是要把签名拿去网络上面卖钱，当场就痛打那位粉丝。2020年，当时还没跟肯爷离婚的金卡戴珊也说，因为肯爷有严重的躁郁症，所以有的时候呢，他的言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意思，但因为他是公众人物，所以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解释，希望媒体跟公众可以同情跟理解他。我们一开始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坦白说最直接的感觉就是取消文化跟反政治正确的论战又要来了。过去我们讨论过政治正确的相关议题时呢，常常会觉得，如果撇除立场最极端的人，大部分其他人之所以会吵起来，主要都是因为彼此对于言论自由或者是歧视的标准有很不一样的理解跟想象。那我们相信自由并不能够完全无限上纲，应该是大部分的人都能够统一的共识。在某个范围内适度的限制个人自由，通常能让社会运作得更好。但
那个范围到底是什么，真的不好抓。那在这边的理解已经分歧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很容易就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忽略另外一边的脉络，指责对方的行为没有道理，认为他们都在歧视。不过以这一次的事件来说，我们觉得它还有一个比较幽微，让事情感觉又更复杂的地方，就是肯爷个人的精神状态。如果是长期关注肯爷的人呢，可能多少都能够感受到他受到情绪问题所困扰。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身边的朋友遇到这类的困难，大家可能稍微都会对他有多一点点的包容。但今天肯爷身为一个公众人物、话题制造机，媒体不太可能完全放过他。而且，即便他不想要伤害别人，但假如他的言论真的有伤害到特定的人士，或是影响到商业伙伴的权益时，那这一切又会变得更加的麻烦。所以最后，我们想要脑洞大开的来问大家：如果你是肯爷的那个总监朋友，面对这样子的风波，你会怎么做呢？ A 直接切够，因为我觉得肯爷踩到我的底线，确实很严重，就算交情再好也不能够接受。B 我觉得工作跟私交分开来看，工作上面可能会切割，但私下呢，我会想尽办法支持他。C 我其实蛮认同肯爷的立场，所以我会想办法说服公司继续跟他保持合作。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肯爷的争议事件。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看什么是政治正确以及取消文化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智疑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